好像就是会，如果你没有 try 的话，你可能会有一点风险存在。因为我觉得我都没了解你这个人，而且我觉得这个性是灵魂，就是心灵结合在一起的。两个人可能都煎熬到抓墙的这样状态，还是忍住了。所以我是要感谢神，这个并不是因为我是比大家更有控制力的人，或者我是真的很有信心不用 try， 我是真心的觉得神的法则我是信。Hello， 大家好，神的恩典与你同在，欢迎回到 Grace for Girls， 我是 Ivy， 我是 May， 我是 Ophelia， 我是 Susan。 我们这一集要讨论的是可不可以婚前性行为这个话题。我觉得这一个话题呢，应该会让很多人觉得很紧张或者很真实，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争议性的，然后不管你是信主很多年的，还是你刚开始信主的，你可能都会对这个话题感到有兴趣。那我们也想要讨论一下我们彼此对这个话题的各自的看法，尤其是我觉得我自己呢，虽然是信主的，但是我是支持婚前性行为的，因为我会觉得好像就是会，如果你没有 try 的话，你可能会有一点风险存在。我知道关于讲到婚前性行为这个词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到说罪啊，或者是失败后悔，或者是羞耻，特别是在教会里，这个好像是一个不能触碰的一个话题。但是今天我就是很想要诚实的说，我是支持婚前性行为，我也想要从一个爱神，然后也认真读圣经的人角度，然后来讨论这个东西。这一集呢，就是我们没有要讨论说谁对谁错，只是想说让大家分享自己各自的观点，然后让大家也都听听看，就是一个信仰旅程中的思考。也许我们不会有一样的结论，但是我相信我们都是渴望在信仰中活得更自由、更真实。那第一个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如何看待婚前性行为。那我刚刚有说了，我是支持的，可能是因为我不是从小开始信仰，我是结婚后我才信仰，所以我们等于说我跟我的先生之前在结婚前我们是有婚前性行为，那时候我们都不是信基督的，就会觉得说哦，好像这个东西是 OK 的。我就会觉得说哦，如果你没有尝试过，好像你会不知道说，如果你万一碰到一个完全不合适，或者是说那方面有问题的人，那要怎么办？所以我会觉得说 never try never know 啊。我很好奇，因为Abby 讲说两个点，一个是说现在作为基督徒你还是支持的，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个基督徒，然后他问你 Abby 应不应该要有婚前性行为，你现在还是会说姐妹我觉得 OK， 你现在还是这个观念吗？对，我还是会觉得 OK 啊。OK， 那你的圣经里面的根据是来自于哪里呢？作为一个认真读圣经的人，是哪里有这个根据呢？因为你自己讲的啊，你说作为一个认真读圣经的人啊，所以这个是从圣经里出来，还是只是从你的经验来讲？是从我的经验来讲啦，但是我自己也觉得就是说神也会希望说你开心吧。神也会希望你开心，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觉得神会希望你开心，你应该是不是就是要相信神为你配？如果说这个人每个方面都很 perfect， 他就不会说只有一个方面不过硬。就是我会觉得说，如果这个人都已经很 perfect， 你知道他的其他方方面面都是神预备给你，你就不用去再 try 这一件事情。因为你倒过来想，我再提一个问题，你去思考你前面 pass 掉的所有男生，难道是因为他们床上的功夫不好，所以你 pass 掉他吗？或者说他有没有其他的缺点，你也可以不通过验证这件事情就 pass 掉？还是一定要验过才可以 pass 掉？说哦不行，就真的有完全是很 perfect， 然后就因为这一件事情 pass 掉的人有吗？有。真的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是不是？对，还没有信主之前，我真的有因为这方面的事情要 pass 掉一个人。所以OK， 但是你现在作为基督徒来看，你觉得那个人身上有其他的问题吗？就是作为基督徒的你不会再选择的。就比如说未来出轨的风险啊，或者说太世俗啊，然后就没有让你觉得说太，就是我觉得有点久了，所以我那时候是觉得直接是因为这件事情。那会不会是你没有耐心等到看到其他的缺点，就直接用这个事情作为一个 excuse 去把它 pass 掉？有没有这种？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改变。
对啊，对啊，这个是，但是我是说他觉得有些没有别的东西是他缺点吗？努力也没有办法改变。我觉得有些东西是这个肯定是啊，对啊，这是对天生的嘛，对对，啊。那时候我是觉得，哎，这个人不错，然后一发生后完全不行，然后就觉得，好，多久发生可以问吗？就大概交往了多久你就？就是一开始交往的时候对呀、你都就发生的啊。还没有看到他的问题，你就没有没有没有，验货啊，那我们认识所以这还很久了，是证明我们认识很久之后才交往，哦，OK。然后交往之后发生，然后发生之后我就立马不喜欢这个人。我只是因为你刚刚那样讲，所以我会觉得说，我的最大的困惑就是我会害怕，因为你知道基督徒有各种各样的基督徒，然后有的时候人其实在听你的 advice，他并不是真的在寻求神的答案，所以他不是真的去圣经里面找，然后真的在生活中祷告，然后观察，他就是希望找到其他的基督徒跟我讲说，你看嘛，其他基督徒也说 OK，我觉得这是有属灵风险在的，就你不能说因为一个基督徒我只是说这件事情是说我自己的 OK，观点是这样，所以我对对才会对对对。想说，OK，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所以我也希望说，OK，你们对今天分享你们的观点，然后你们 maybe 可以对 convince 我。对，大家哦 open ，I see。呀你确定吗？我跟你做朋友那么久了，maybe 我今天可以 convince 你是对啊吧？ ，maybe，我以前都白干了，就是因为我们以前我没有们以前没有讨论过，讨论这个啊。没有讨论，对确实没有讨啊论过，嗯，有点啊羞涩，有点避讳这个话题，真毕竟大家的都结婚了，除了真 OF，就觉得说这有什么好讨论的，对不对我们以前也不会跟你讨论过，说我以前有因为这个东西，然后我？pass 掉一个男生，对是不是？哇哦嗯哼，OF 是不是有话要讲？OF 先来。我是有点站在 Ivy 那个角度，但是呢，也不完全是那一边，是有点 in between。没信主的时候呢，肯定就是说就是要 try 嘛，right？但是现在信主了之后呢，我是觉得那方面很重要，但是呢，不是说 priority 就是 number one，我会把那个先后顺序就重新的安排了一下，就是说这个人要信主，然后看他在各方面其他方面属不属灵，再看说我们是不是有 spiritual 的 communication，就灵魂伴侣，然后再来看说这个方面合不合适。但是呢，我是想说，如果一个男生一上来就是我们 date 可能3次或是不到3次，他就说哦我要发生关系，那我是觉得完全是不可以的。对，那肯定不行。对，因为我觉得我都没了解你这个人，而且我觉得这个性是灵魂，就是心灵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说纯粹的就是性这样子。那如果一个男生一上来就说哦，他一定要 within 3 day，就是 3 day rule，然后就要发生关系，那我觉得是不可以的。对，我信了主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会 take my time，真的是心里面会觉得说他是我的另外一半，未来的另外一半了，可能要走到就是婚姻的那种程度吧。就心里面默认了，觉得这个人基本上就是我的未来丈夫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会有像艾比那样子，因为毕竟我们不是说从小就信主嘛。如果说我们是完全没有 try 过的话呢，那我觉得 you have no comparison。而且你会觉得，如果你没有试过，你就是会有风险。就是我觉得啊，如果我没试过的话，你问我说结了婚之后，然后发现他那方面不可以，你会跟他还是在一起吗？我在想，我可能也是会的，就是我也会 try to make this happen。然后在婚前，就是说，如果 try 了，如果他各方面都很好，try 了他不行，我会因为这个跟他不结婚吗？就是说，可能已经去到要谈婚论嫁的地步，对吧？我会因为这个不结婚吗？我可能也不会完完全全因为这一点就是完全就不结，因为很多方面你都要考量到嘛，对吧？这个很重要，但是 it's not the most important。所以对。这是我的想法 ，open discussion 对，我也是支持 Ophie 的想法，就是我觉得不是说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可能你婚前有尝试过，对我来讲，我就觉得好像可以降低那个风险，不合适的风险性。但是如果真的是说 OK， 这个人一切都是
非常非常好，然后我们都已经是谈婚论嫁，或者是婚姻之后，我们这方面是不合的，那我会不会因为这个离婚？我觉得我不会。这是其但他方是你们不会面重要。出现这种情况啊，因为你们都已经试完了，你哪里还会出现婚后要跟他离婚的情况？如果按照你们这套逻辑走的话，对不对？其实我刚刚你们在分享的时候，我想到，你知道台湾的艺人嘛？因为 Ivy 是台湾人，他肯定比较熟悉，就是刘畊宏和他的太太。其实他们在婚前就是2个人突然都变成基督徒，并不是说他们本来是基督徒，因为 Ophia 和 Ivy 都有讨论到说，不是从小就信主这件事情，他们不是从小信主的，但是突然他们信主以后，他们其实已经在交往了，但是他们就决定说，我们婚前不要再发生性行为了，然后他们就一直交往3年，对，结果跟发生。可是 OK， 那我们不讲说刘畊宏跟他太太有没有发生过，因为按照你们的逻辑就，那他们已经有验过是合的，只是我们在等待，我在继续等待跟这个人重新发生关系那一天。那但是像有一些其他的博主啊，他们也是比如说外国的博主之类的，也有女生的开播客，他们也会讨论说，在他们信主以后，他们就是完全变成说，我就现在去 date 的 rule 就是我会告诉其他的男生不可以有婚前性行为。那 maybe 可能也会有人觉得说，外国人比较不容易不合，因为他们就从小接受比较更 forward 的性教育吧，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其实女生包括说到幸福的方面，就是幸福。就是性生活方面的幸福，其实它有蛮多不同的方法。其实女生有的时候是不需要男生也可以高潮的，对不对？这个我们是知道的嘛，就现在的人是可以理解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男生他有心的话，哪怕他自己的 physical 的能力不足，他可能还是有别的方式可以让你满足，然后可以在性这方面不会觉得说你是sexually frustrated 这样子。 By the way， 这个词是我嫁给 Michael 以后我才学到的，因为就有一段时间我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有很多火气，然后 Michael 就说完了完了，应该是没有得到满足，帮你解决一下，然后就会气消，然后发现哎，真的有这回事。可是我真的结婚前完全不会想这个事情啊，因为没有发生过，我就不知道说哦，这个是因为我自己性欲方面没有得到满足，所以我可能会对我的 partner 生气这样子。所以呢，就很多东西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是从小信主嘛，就是你们的反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不需要验货啊，因为圣经里面你就没有见到哪一个人是说哦，亚伯拉罕和撒拉结合以后发现一验货说哎不行，他怎么不 OK， 其实完全没有那么考虑过，所以我不觉得说神会给我一个男生他方方面面都很 perfect， 就是在我们的性生活方面不合适，从来没有想过这种。我既然都已经相信保守我自己了，我为什么会在这件事情上不相信神会赐给我呢？所以没有这种担心。那我这边也分享2个经文，一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3到5节，他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那第2个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的6章18到20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不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这2个经文我觉得是支撑我就是在单身的时期可以安心的单身，然后觉得说我不需要去跟其他的男生发生关系，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他真的爱护我尊重我的话，他会知道说我的身体就是神的殿。他应该基督徒的男生我觉得像Ophie那种困惑应该都不要发生在基督徒的男生和女生的关系里面才对，因为他根本就不应该提这样的问题。他提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有的时候都会是一个很大的 red flag， 因为他不懂得再来就是说 like you know 他们对这个 sex 是非常的看重，对不对？看重，对，对，都有点那个叫什么本末倒置。对，我们3个异口同声，就是我觉得你就是在把自己的私欲放在前，你觉得说我一定要用我的能力、我的想法、我的经验去 test 说这个人 O 不 OK， 而不是觉得说
我要保守我的身子，它是不可玷污的，我的身子是神的殿。如果我也去 try， 那我跟外邦人有什么差别呢？我就是像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一样，打着说为了我的婚姻可以走一辈子的幌子，然后其实是婚前去 try 很多的人。因为你想，我不是说所有的姐妹都是这样子，或者甚至不是很多的弟兄都是说我真的打着幌子去占别人的便宜。但是你想，如果你都不花时间去真正的相处一段关系，最后只是因为这件事情就分开，那你又要浪费很长的时间去认识一个人，然后最后你又去 try， 然后又发现不合适，那其实最后你就会变成要么就是浪费很多时间，然后一直在跟不对的人发生关系，还是说你要么就是像我们刚刚其实有讨论到，如果这个人方方面面都好，其实你也不会因为这个 potential risk 就 pass 掉他嘛，你可能甚至会跟他结婚。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看你的心在哪里。如果你的心是觉得说我是在神这里，我是相信神，可能你根本都不会有这样的 worry。而且哪怕是最差的结果的话，只要他爱你，他会有别的方法让你就是性方面得到满足，不会真的 frustrated 的，对吧？是不是嘛？本来就是嘛，对不对？因为很多男生靠自己的能力也没有办法让女生达到高潮啊，这个是真的嘛？就是大家有过经验以后就都会知道，是比较少比例的男生可以通过自己本身自身的条件就做到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其他的因素啊，包括 foreplay 啊，很多你需要去创造一些环境和条件。人家说男生是 physically stimulated， 女生其实很多时候更多是 mentally， 你要放上好听的音乐啊，房间要香香，不能是臭臭的啊，然后你今天心情好不好啊，对不对？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帮助到你的东西。那其他方面都很合的话，我觉得房事按我的理解和我的经验来说是不会不合的。我也就 try 过一次，然后100%就是说是合的，所以这就是我的经验了。那也可以说我中了一个彩票一样的，我中了神的乐透。但是我觉得本来就是我找到一个我的灵魂伴侣的概率和我找到一个性生活合的人的概率，本来就是找到灵魂伴侣的概率更低，对不对？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性方面合还可以过一辈子，但他们也不是灵魂伴侣啊。这件事情也是我结婚以后才知道，不是每一对 couple 都觉得哦他是我的灵魂伴侣我才跟他结婚的，并不是，他们也这样子过一辈子啊。所以我觉得反而是找到灵魂伴侣的几率更低吧。所以我都找到了，我为什么会觉得他不是可以满足我的伴侣呢？ Anyway， 我就先讲到这边。好，open for discussion。我刚才在听你们讲的时候，我就是去 AI 上面随便搜一搜，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到2025年为止，夫妻之间开始性生活不和谐的比例有多少？大概给了我一个信息，虽然这个可能没有什么可依赖性吧，他就是说大概43%的女性和32%的男性开始的时候都是不和谐的。就是说男女之间这个性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配合，也不是说你上来就电光火石，马上你就是天作之合这种，很多时候都是互相要摸索，然后互相去沟通适合彼此的方式。我觉得一开始上来就有一个很高的期待，可能还是因为跟我们现在的时代很有关系，大家都觉得哎，我要很快的把这个事情分析清楚，然后是继续还是结束所以就有点就是快消时代的这样的一个诟病吧。我觉得大家都想尽快的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是不是一个好的一个发展对象，然后再往下一步去考虑，其实是有一点本末倒置的。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很现实，很现实。原来我觉得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父母的那一辈，他们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他们可能在20出头的时候就已经在考虑结婚，所以说他们很容易保守自己，他们不需要像我们现在可能30岁的时候大家还在单身，24、25岁的时候还在上学，就是这个年龄结婚的年龄被拉得很长很长。但如果这个时间一长的话，我们作为怎么说呢，有血有肉、有欲望、有情感的人，每天面对这样的诱惑，怎么样才能抵制住保守自己呢？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实实在在的一个挑战吧。很难。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并不是说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然后故意不去做，但是这个挑战那么大，这个诱惑那么强，我们怎么能够有效的去尽量的去
按着圣经上的智慧去走呢？我是觉得有实实在在的挑战吧。现在男生都很快的就想说，哎，我就想要试一下这个不合适的。女生也想试啊，不要浪费。真的吗？我不知道，我觉得男生应该会比较会吧。但女生你真的喜欢一个男生，其实你也是挺有这个诱惑力的，也是有挑战的，确实确实。我觉得妹讲的很对耶，其实这个是可以分享的。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其实我跟 Michael 结婚8年的过程中，我都可以明显看到自己在性方面的进步。以前真的是我在想，如果谁就是说 try 一下吧，然后我还同意了，那我肯定也被 pass 掉了。虽然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因为我真的是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去做这件事情，我所有这方面的知识就是储备为零。全部都是 Michael 教我的，他会跟我讲说你要沟通啊，你比较喜欢什么，你比较不喜欢什么，你喜欢的姿势位置是什么样子，他都要问我。我真的以前都不知道，然后包括要用 lube 啊之类的，我都完全什么都不懂。我在想，如果我有接受这个面试的话，我一定是 fail 的，就是人家就是马上对Susan就没有感觉了，也太差了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 Michael 他就是很有耐心啊，他就会慢慢的教我啊，他并不觉得说这个东西是不可以培养的。而且我觉得你真的喜欢一个人，他会让你 physically mentally 都 stimulated，你会真的喜欢。我在想，如果我不喜欢我有了一个男生，问题，真的吗？我觉得男女又有不同之处。你女生不懂，是你很单纯，男生会觉得你是一个让我需要珍惜和宝贝的女孩了。对。然后呢，如果一个女生很有经验，这个男生什么都不懂，我觉得我们的心里你会怎么想？我就问大家啊，一个男生找一个很有经验的女生，我觉得一般就是在学习，他想要被教导。我觉得他应该不是弟兄，或者说当时是远离神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因为你会被吓到的。我在想，如果一个很爱神的男生，然后突然遇到一个女生，哗生扑他，你不会觉得很恐怖吗？为什么他这么有经验？我觉得你脑袋里应该要亮红灯才对。但 maybe 男生是刹不住车的 ，I don't know。我之前有听过一个外国的一个博主吧，他讲他和他先生在结婚之前连接吻都没有过。就是他们的这个程度，就是比性行为还要拉得很远很远，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就是你开始了一个小的亲密接触，你就要有下一步，然后就会导致到你无法自拔。所以说2个人可能都煎熬到抓墙的这样状态，还是忍住了。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怎么说呢，我也挺敬佩这样的人的，我觉得信仰是很强的。但是我觉得现代的人，我们谁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会屈指可数吧。真的，我觉得做到就是像 Susan 这样子，我都已经觉得很难。对，Susan 20，对吧？Susan 确实蛮难的。Susan 的初吻也是给 Michael 的。对呀，就是第一个男朋友，然后就结婚，然后就才那个，对，我就觉得哇，这个就是非常会的。可是你知道吗？我觉得是真的是因为用神的眼光在看人。我之前看到的所有男生，我真的没有一个让我有冲动觉得说我就是要跟这个男生发生什么。我真的是以圣经的角度看，然后我觉得不 OK 不 OK。我要是跟这个人发生关系，我存在的隐患更多。我不是觉得说如果我们房事不合怎么样，我反而是觉得说我为什么要把我的把柄留给别人？因为我这个人如果我都不信任你这个人，我就会觉得你会到处去乱讲一些东西。我反而是把我的把柄交给你。所以我一直是觉得我只想把我的全部交付给我真正信任的人，而我生活的整个过程中没有遇到我真正信任，我觉得我可以走一辈子的人。Michael 是给我一种觉得说我真的不管是婚前和婚后，他就是给我一种他永远想要保护我甚至维持我形象的一种感觉。比如我快要发火了，有一次在他的朋友面前 Michael 就会掐一掐我，然后说亲爱的，你可不可以回到酒店再对我生气。他会说我不想让你在我的朋友面前好像让别人觉得说为什么 Susan 要对 Michael 这样子。其实他是觉得我的情绪管理方面是有问题的，但是他并不会当场就揭我的伤疤，然后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不能情绪管理。就是我觉得他方方面面都有在保护我，让我觉得说哪怕就是最坏最坏的情况，不是大家都觉得说离婚有的时候夫妻就会放对方的烂药嘛，我们说就是你去伤害对方，然后一直去翻旧账，去拿对方的把柄去要挟对方什么。我真的是真心的觉得
他不会有任何这种行为，让我觉得首先我就不会跟这个人离婚，但哪怕我跟这个人离婚，这个人都不会这样子对我，那就是证明我可以跟他走一辈子。所以我就是非常谨慎的走入这个婚姻。某种程度也可以说 OK Susan 很难，某种程度也可以说因为 Susan 信主，所以这件事情变得很容易。所以我是要感谢神，这个并不是因为我是比大家更有控制力的人，或者我是真的很有信心不用 try， 我是真心的觉得神的法则我是信，然后我按照神的法则去找，我按照神的法则去做，我就不觉得自己吃亏。我真的到现在也不觉得说啊，我没有跟20个男生发生过关系，我没有 try 过不同的，我觉得很可惜吧。因为我一个阿姨那个时候就站在长辈的角度都说，哎呀，小朋友不要那么快的结婚啦。就是这个时候是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也不认识 Michael，他说就是你要男的多认识一些呀，比如说不同种族的啊，他真的是秉承这个观念在生活。他觉得你黑人也可以试一下，白人也可以试一下，然后你各种的都尝试过，你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但是我觉得我喜欢的是黑人白人吗？不是吧，我喜欢的只是要遇到我最后那一个伴侣吧，对不对？不然我觉得你很容易产生 soul tie，就是本来你没有那么喜欢这个人，但是可能你沉迷于这个人的肉体，然后你就没有办法跟他分离，因为你会觉得他虽然很糟糕，但是这个方面真的很深得我心，然后你就会迷恋他。这个方面的话，那怎么办？因为有的女生也是啊，不是说只是肉体，比如说金钱方面，她觉得啊这个男生什么都很糟糕，但他就是有钱，我就是离不开他的钱，也会一直跟他这样子过下去。所以我觉得不要让自己产生这种就是被世界上的东西所捆绑住的东西吧。我觉得我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状态，就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一期之前，我先跟我老公聊了一下，我问问他，我说你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他说道理大家都懂，但是有现实的问题就是摆在那里。就比如说现在的年轻人，两个人比如说在一起租房子呀，或者是一起买房子呀，会轻松很多很多，比你单身一个人去租房子呀，这个经济上的负担很大。但是他说，如果你两个人就是已经有往下一步走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比如说已经订婚啦，或者是马上要举行婚礼了，但是如果这个事情发生了的话，他觉得 OK。但是我个人觉得呢，有很多情况肯定现在年轻人住在一起，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两个人也是想最大化的利用自己的经济方面这个资金吧，毕竟这样的彼此能够分担一些，不至于说是在这方面花销太大。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为什么大家会考虑婚前就住在一起？一个是就是什么试车，这是有这样的心理，还有一些很多其他附加的这种现实的优势，让大家觉得哎，可以试一试。但是毕竟这肯定是会有隐患的，因为我们也看过很多人虽然订婚了，订婚很久，最终也没有结婚呀，或者是中途出现一些戏剧性的事情啊，就导致了这个两个人没有走下去啊，很多风险。对，我们应该单开一期叫做基督徒应不应该婚前同居。居。对，我觉得这完全应该是我们可以讨论的另外一集。哦，真的吗？我又卡了。重新讲一遍那句。